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最近真的发生好多事情，尤其是空中交通的意外频传啊，光是这半个月就有好几起的空难事件。最新的讯息是，美国的商务机有一架商务机落地的时候呢，发生追撞。您可以看到，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这架商务机在 landing 的时候偏离跑道撞上附近的另外一架中型的商务客机，酿成1死3伤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当然触目心惊包括过去这半个月，我刚刚提到了，从上个月月底的1月28号 F-35战机在阿拉斯加训练的时候坠毁，1月29号黑鹰直升机撞客机在 DC， 以及1月31号医疗专机坠毁在费城，还有2月2号的联合航空起火事故，跟2月6号阿拉斯加小飞机突然失联，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不知道原因，甚至还出现了阴谋论，因为再有10个人的小飞机突然失联了，跑去哪儿了不知道所以在一连串的事故发生之后，美股的航空股集体下跌。我们看到美国航空它的跌幅超过3%所以的确需要注意一下。也有人说阴谋论有人在搞事，可是现在情况都不明。我们先来看看川普的关税大刀不断的挥呀挥最新的讯息是，他要针对钢跟铝克关税，而且达到25%，说到做到，3月4号它就要生效了，全部没有豁免，涵盖下游的成品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各个国家的业者都卯足了劲就是看看后续的发展的情势。川普说，未来还会考虑对汽车、药品、电脑晶片再收额外的关税所以大家不知道他到底还要出什么招，他到底在想什么。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因为国际情势的巨变金价突然突破到$2900，创下了新高，包括油价美国的铜铝期货都大涨所以你看到呢，川普当然他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而另外他今天讲了一句话，外界也都在揣测，包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创新高，在上一次川普执政的时候，甚至让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都停摆都 shut down 了。所以呢，他就讲说我现在质疑美国国债的真实性我觉得呢，这个官方的数据显示的怪怪的，美国实际的债务可能比官方的数据显示更少这可能跟债务支付相关的诈欺行为有关。这个弦外之音是说有一些钱我可以不用付暗示马斯克团队可能会去检查财政部的数据有异常，那另外有一些钱我就不付了。所以有一些 PTT 的网友就说该不会川普下一步是不认美国国债，开始赖账吧那像是这些的讯息大家都在掌握中，而川普的关税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可能也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经济学家、美国人忧心忡忡，包括川普除了会破坏美国在盟友间的可靠贸易伙伴形象之外，预估在他的任期之内对美国经济造成2000亿美国的损失所以大家都还在看后续的这个冲击会扩大到哪里。另外呢，因为川普大刀阔斧乱砍或大砍还有他包括他的所谓的一个这个效率部的领头者 Elon Musk， 他们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某种程度也造成了很多人的反弹。所以你看到全美就爆发了反川普跟马斯克的大型示威，到处都有那马斯克是操刀联邦政府的瘦身计划，包括这个效率部已经介入了6大部门改革计划掀起了法律战，因为马斯克他不是民选的他也没有法律上面的依据他就在那边乱搞一通，有人是这样讲，他乱搞一通啦。那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可以带来一些大破大立我们看到呢，这个 OpenAI 的阿特曼最近就透露说，马斯克领军的一个财团，礼拜一的时候开价$974，说是想控制 OpenAI 的非营利组织这个非营利组
好，那这个阿特曼就有点酸，说 No thanks， 我不要。可是如果你想的话，我们会以97.4亿买下 Twitter 哦，就是现在的 X， 就是两边已经开始在舌战了哦。马斯克这个参与政治之后呢，他今年首度他的身家跌破400亿美金啊。那特斯拉也被这个老板给拖垮啊，他的股价据说也重挫，被他拖累了。另外，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面临这个爆发的边缘嘛，所以现在都还是一些放话的阶段啦。专家就说，他的这个策略很震撼呐，恐怕会适得其反，因为川普他在宣布和实施关税之间只预留2天，这个时间表对于习近平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这是北京的专家，你一下子就突然这个很奇怪。川普上任之后已经跟习近平通话了这个是川普自己说的，他说我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这是上个礼拜他接受 Fox News 的时候讲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已经通过电话了，我们的私人关系非常好。这个国务世交啊，川普是想把国家变成个人的啊。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空难啊，这半个月频传，我觉得要尽快的查明原因，中间有没有连结性如果没有连结性最好啊，那如果有连结性的话，那就赶快解决中间的一个问题。但是要尽快查明，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种空难的事件一直不断的在传出来的话，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搭乘者对于航空工业的一个信心，也就是说，对于空中的安全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一般的民众他会减少搭乘这个航空公司的客机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运输工具来说，这个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航空局他们真的是应该要加紧来去处理这个事情了。川普的目前的关税的大刀怎么让我们感觉到好像都砍向盟国？对，就因为之前他的选举的时候，他的大刀都是对付中国，60%的关税，然后再加10%的关税等等，甚至还说若干的产品100%的关税，像电动车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他上台了以后，您看对于芬太尼的问题，对加拿大跟墨西哥是25%，对大陆10%。那当然现在是加拿大跟墨西哥是缓1个月，可是是缓并不表示说这个无效，而1个月以后他再决定是不是继续有效。但是这个10%已经生效了，大陆当天就反击了。对，那在2月10号昨天，大陆也正式这个开始实施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的精准战。这个对川普来说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分析家他发现都是针对于川普本身的背后的大金主来的，所以川普事实上也是有压力，也就是说他没有波及到美国的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一般的行业，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川普的金主来下刀这个下得太精准了。那这个当然他的金主哇哇叫的时候，川普本身也会有压力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大陆的手段是采用组合拳，包括对于稀土的管制出口，包括对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一个反垄断的调查，这个未来都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到大陆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就直接反击了。可是川普他目前来讲对钢铝的税，坦白说受伤最重的是盟国，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跟这个巴西，就是美洲。而整个欧盟的影响也很重，欧盟影响多重呢？因为欧盟的钢铝出口美国占欧盟的25%，1/4，所以这个是蛮重的一个关税。对欧洲来说的话，3月4号就生效了嘛，所以现在欧盟大家就在看欧盟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因为当时法国也好，德国也好，说欧盟1个小时内一定会反应，可是现在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冯德莱恩到现在没有反应这个也很奇妙。但是这2个大国说欧盟一定会有反制，我们现在在看的是欧盟会用什么方法来反制。在亚洲里面影响最大的是谁？影响最大的是韩国，美国的盟友，那接着就是日本，再来就是台湾，排名第4的是大陆，所以你说这个钢铝税到底伤害最大的是盟友还是非盟友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在铝这个部分里面，亚洲伤害最大的那就是印度了。因为印度本身是铝矿的一个产地嘛，所以印度的铝卖到美国的比重也很大。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川普接着他要推的就是对等关税。对等关税坦白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盟友。例如说，美国的汽车卖到欧洲去10%的关税，可是欧洲汽车卖到美国就2.5%，你看中间差7.5%，这个对福特也好，对通用也好就不好卖了。可是现在他要求对等的话，就是要不欧洲降下来，要不就是美国拉高。那农产品呢？农产品如果也是如此的话，欧洲的农业跟日本的农业绝对会承受到这个美国农业的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绝对不是欧洲跟日本所能够承受得住，因为本来就有一些贸易的一个保护的措施，现在他要求对等的时候，那保护措施都拿走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会引起日本跟欧盟内部很大的对撞，是，然后内政里面会逼迫的他们政府必须出来应战。我想这个必须要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是，所以这个对撞的后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可是我们可能要防止一下或是预防一下。来，玉芳委员讲一下马斯克，这实在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位商人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最主要就是钱。他这个美国的法律的规定因为他有一项法律大概被改了，所以变成呢，你可以有所谓的超级的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你可以捐多少钱都不要紧，没有上限。马斯克一个人捐了多少钱呢？去年的选举，一共捐了290万，2亿9千万美金，2亿9千，就是想3亿就对了。一个人可以捐3亿美金，3亿美金，你想多少台币了？100多亿台币啊！100多亿，这从来没有人捐钱都捐得这么疯狂了。所以你看，你说他现在在推动很多东西，共和党的参议员敢不敢挡他？不敢挡，为什么？你们要选举，你选举要不要钱？最有钱的是谁？他不是只有捐给川普，他也捐给了那些选州长的、选众议员的、选参议员的人，一共捐了这么多，捐了快3亿美金。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说，民主政治我们不要以为不会腐化，说有很多的监督机制什么，这就是真的非常腐化，所以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请问你，他下一个叫政府效率部，那请问部长是谁？部长不是马斯克马斯克只挂个名而已，他用一个名叫 leader 领袖，可是你就不是部长可是你怎么做这么多部长做的事情呢？这是我们讲一句话叫名不正则言不顺，你不是部长，你凭什么指挥这个指挥那个？而且你管了，你这个部已经管到每一个国防部你也管，什么部会你全部都管了，国务院你也管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另外就讲到钢铝的问题了，没有错了，其实像钢品这2件东西都坦白讲都打不到中国大陆的头上了。钢本来是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多钢铁生产的国家，2018年它就被扣了25%的关税，所以现在它卖到美国的钢品，2024年卖多少而已？50万8千吨，这很少对。那你知道加拿大卖多少吗？加拿大卖660万吨对不对？然后那个墨西哥卖了350万吨所以中国大陆排到太后面，几乎可以不要排了。所以没有，中国大陆没有影响，它几乎已经离开美国的市场了。它现在卖到美国的钢品，占美国的钢铁的进口只有1.8%，可有可无了。至于这个铝其实也受伤最重的还是加拿大。加拿大就是它的就是320万吨嘛，公吨嘛，一年嘛，对不对？阿联有34万公吨，34万7千公吨。中国大陆坦白讲就是22万，对，少多了。所以其实你打他已经不是说准备好，他已经被打过一次了啦，剩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打了。所以这次真的伤了最重的，没有错，是他的友邦会伤最重而且是加拿大，所以现在很多加拿大的居民已经抵制川普，我不去美国旅游，我也不买美国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了。来请教这个严庭将军。对美国的这个机温一看来有空中事故，还有地面事故。
我的看法，它的这个人为的因素还蛮高的，因为飞机的事故有人为因素，有机械因素，还有环境因素。环境有天气嘛，或者是吸到有鸟集有鸟群，那现在冬天呢，一般来讲鸟群的活动是降低的，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变成就被机械因素跟人为因素。你看刚刚那一架我们讲到的这个商务机撞到那个，它落的是滑行道，那前面的那一架商务机它是停在那边，它直接撞到，它没有落到跑道上面。你看它，换句话说，这个空中管制跟这个专机的这个飞行员啊，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你空中管制，包含上一次的时候，在波多马克河，就是美国华府那一架那个民航机回来落地，然后这个黑鹰的直升机两个相撞，对，这也是我们讲到的管制的问题，塔台管制的问题。你塔台管制好，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航情，空中的航情跟这个飞行员或者是驾驶员讲清楚就可以了。结果竟然还空中相撞，空中相撞算了，还有地面相撞，地面相撞就算了，还有地面擦撞，你是变成这个状况，把人家他拿他那个机翼去削人家的那个垂直尾翼，也是这个状况啊。这个换叫地面管制也有问题，蛮扯。对，这是人为因素。换叫人为因素，它在管制上面的这个 SOP 标准作业程序这方面呢，都有一些在这管制纪律。这上面啊出了很大的问题，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吧？对，是累积的吧？也可能呢，久了日久完生，那这个警觉性就降低，然后这个管制的几率还有彼此的，可能大哥推二哥，二哥推小弟，大家就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果就发生了，因为大家都不负责任，大家都靠另外一个，结果我们就按照吐司定律，这个空中相撞、擦撞、地面上擦撞的事情呢就发生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美国赶快把这个制度上的缺漏赶快把它抓起来哦，因为毕竟这个是有关于生命安全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东的议题哦，川普已经讲了，他有一个加萨计划，要把上头的巴勒斯坦人都移走，然后把加萨这整个地方变成一个蔚蓝海岸，就是度假中心这样的意思。可是这是他个人的想法，他眼中只有利益吗？也不问问看人家要不要。我们先来看看中东各国都说 no， 我不要。先看川普怎么讲，他说加萨不宜居啊，现在已经被打得稀巴烂了啊，所以你巴勒斯坦人无权回当地，应该迁往他处。他还说你没有权利返回当地耶，你们应该迁往美方打造的安全社区。凭什么啊？当地人说你凭什么？川普接管加萨说。埃及的房地产大亨说：“哎呀，不用啦，你不用花2兆美元啦，我有解方，我有经济方案，而且我可以帮你省90%，我只要你2%的预算就够了哦。”这个埃及的房地产大亨叫做莫斯塔法，他当然也是想要赚钱嘛。他说：“你川普不用在中东做什么蔚蓝计划海岸如果要蔚蓝计划，你在埃及就可以蔚蓝海岸了。可是呢，像是加萨这一篇这一个地方，我可以帮忙做一个经济型的替代方案我可以打造很多的房子啊让这加萨上面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回去好好的居住那川普效法阿联一起来投资埃及讲大白话就说加萨这一块地，我埃及来做我帮你重建那你想要做度假中心，来我们埃及做，是这样的意思。大家都想要钱，这些生意人都要赚钱，所以埃及的学者就想说，你川普是露出侵犯还有殖民的本质，的确是啊，凭什么你说了算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川普坦诚说我已经跟普京有联系了那这个停战的谈判讲的是俄乌战争。已经取得了进展，可是他说我不要告诉你们对话的内容我们已经有秘密的通过话了，可是你们到底讲了什么？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呢？俄罗斯的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我没有办法掌握所有事件的具体消息，也没有办法证实或者是否认川普跟普京是不是有进行过电话对谈所以媒体
都在猜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底谈到哪里了？条件又是什么？不过川普倒是证实了一件事情啊，他有一个特使叫做凯洛格就是俄乌战争的特使他将会访问乌克兰，然后会有一些提案。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欧洲或者欧盟这些国家对于俄乌战争未来可能的走向，他们当然非常的关心欧洲加速脱俄嘛，我们先来看看泽伦斯基他邀请的北约的将领参观他们的飞弹场，说我们一定会抗争到底，抗战到底，这个决心我摆出来，还有一些无人机的研发啊等等啊。而波罗的海3国并欧盟的电网这个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说，俄国再无能源武器所以这3个国家已经脱离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啦电力系统已经转换到欧盟的电网啦。所以大家要知道，俄罗斯它已经没有能力做能源，把能源作为对付波罗的海国家的武器。他当然是想要说服这些欧盟的国家来继续支持他。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在波罗的海说是有俄罗斯的影子舰队那也有人讲说有一些这个什么电网啊被割断啊等等啊所以呢，欧洲或者这些国家在寻求新的力量来压制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目前欧洲正在就波罗的海大规模扣押俄国石油出口油轮进行幕后谈判，因为这个所谓的影子舰队，有人说也在上头做一些非法的石油的交易或是能源的这个油的一个交易。而另外我们也再来看看呢，德国的Iris-T SLS 防空系统部署乌克兰有照片现在释出了所以像是这场这个战争是不是很和平的落幕是不是乌克兰还在做有人讲垂死的挣扎呢现在大家也是雾里看花。不过呢，我们看到呢，英国也打造新的军用卫星系统，说是2027年会发射美国的副总统、国务卿还有防长这个礼拜会到欧洲做一个安全议题的磋商那包括这个乌克兰未来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希望他的战争赶快落幕。那他重建的利益非常的大，就像加萨走廊一样，美国也想分一杯羹说是共和党的议员说不可能把这些资源交给普京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要独占。而另外呢，川普跟习近平是不是在今年会见面呢？俄罗斯的大使已经证实了。习近平5月会到莫斯科，普京9月会受邀访中，所以这2国看起来还是非常紧密。来，赖老师，中俄的领导人，我估计今年的见面可能至少会有4次除了5月份到习近平到俄罗斯，9月普丁到北京，还有一个就是上合组织的会议，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专家的会议，所以。他们2国的领导人的见面最少就会有4次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说的话，那他当然希望能够跟这2个大国的领导人也都有会面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突破，那这个可能还要美国再更加的努力才有机会突破目前的这些贸易障碍。川普现在在中东这个地方又捅了一个马蜂窝。他先要把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都迁走，这个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且说要把他迁到这个约旦或者是迁到这个埃及那这个约旦已经说迁过来我就打了就是我就直接跟你以色列就交战了，这等于是开启另外一个战场。现在他又说迁出去以后就永远不能再回来，那这块地皮他要，然后他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要这块地皮，我要把它建造房子。这个已经太过分了，就好像说我们假设例如说921大地震在我们集集，那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都受灾了，残破结果这个政府把它迁走了，说那这个地方政府征收了，我再把你安插到住在别的地方去把你安插住到绿岛、兰屿啦，或者安插住到澎湖去啦，那这块地我要了，可以这样吗？而且把它做成度假中心。对可以这样吗？这个不可以嘛，因为这是他的产权嘛。他们的主居地嘛，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个都已经抢人家的土地，都已经太超过了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有关于这个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到底能不能搞定？目前我估计，这个川普跟普丁已经通上电话了，这是川普自己说的，普丁是不否认也不承认。那推断。普丁已经把他的底牌讲得很清楚，而且绝对不让。这个底牌就是
乌克兰永久中立，第二个就是俄罗斯所占有的现有的地就是归俄罗斯，然后还没有占领的，但是已经是并入俄罗斯的那5个州的还没有占领的30%左右的地，乌军全部都撤出，设为缓冲区。那100%占领的那些，例如说像卢甘斯克啊，那缓冲区就往乌方在后撤，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今天乌克兰永久不能加入北约，维和部队，那再看看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组织，他们来去作为这个监督员的探讨，这样的一个的主张，对于川普来说，我个人认为他觉得应该是可行，可是他被国内民主党跟共和党牵制住，还有被北约、欧盟他们牵制住，因为北约、欧盟、乌克兰还有他国内的共和党、民主党的参议员、众议员是绝对不可能答应普丁所提出来的要求。那现在该怎么化解？所以我留意到现在目前来说，川普已经要他的特使，而且要他的国防部部长在传达一个训练，就是欧洲是不是主导整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欧洲安全的主导权？美国是不是要退到第二线？用这个方式来给欧洲施加压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玉芳委员来谈一谈川普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功？我觉得要成功实在不太容易。如果真的成功了，我会觉得这是人类的很大的悲剧的其中一个。各位记得这个梅克尔夫人，就是德国前总理，怎么讲川普的吗？他做很多事，他就是他的立场就像是一个房地产商一样，做房地产一样。你看他讲这加沙，他现在怎么讲？他说战争结束以后，以色列会把这个土地交给我们，把加沙交给我们。你们可以私相授受吗？拜托，巴勒斯坦在那边已经住了上千年了呢，你们就私相这样授受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你们家的房地产啊？第二个，你看川普在讲，他怎么讲？他说我们在这边造一个非常漂亮跟非常安全的社区，可能造6个、5个、4个也可能造2个这样子。他说他都有一个计划了，然后他最后就干脆讲说，这个东西呢 ，in the meantime 都同时这东西属于谁？属于我。他讲爱属于我你是美国总统你是加沙走廊的皇帝吗？这个土地怎么会莫名其妙到你川普帝国了呢？属于你美国都不对，更何况说属于你，他不知不觉就露出狐狸尾巴，用了一个字就我，属于我。这是我讲老实话是很令人难过一件事，就是说你这个土地死了这么多的人，然后这些人急着要回去。你看他被访问了巴勒斯坦人住在加沙走廊怎么讲？说他就是个地狱，我都要回到我的家。是啊，那你美国如果悲天悯人，你要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你要说我们帮你们重建家园，我们没有办法替你们阻止的战争，但是呢，我们要帮你们重建家园。你这才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领导者的胸襟嘛？大国可以。结果你不是，他说你们都要搬走，而且不能回去了。我另外再帮你们造房子，然后呢，你们都这个就属于这个土地外就属于美国的啦，属于我的啦。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你知道？一个总统权力无限制的扩大，在美国扩大也就算了，你扩到国外去了，马斯克还去干涉人家德国的内政，支持那个极右派的政党，在英国也是这个样子。你干涉其他国家，我这个如果不是帝国主义，你们告诉我什么叫帝国主义？是啊，我自己都觉得我在美国接受了5年的所谓的高等教育，在那边修了一个博士，我现在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熟悉的美国是什么时候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真让人不胜唏嘘。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交给将军。川普要把这个加沙走廊变成蔚蓝海岸呢，名词用得很好，
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美丽的憧憬，但是却是巴勒斯坦人的噩梦，因为他们流亡出去的话，就变成难民了，没有自己的土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的话，整个变成的话，就化整为零，就不见了。以后是，所以我都认为这一个用的名词很好，感觉到好像蔚蓝海岸呢，是非常美丽的那种海岸呢，非常这个海天一色，变成这个样，这个名词不要被名词骗了。这个好美丽的名词却是巴勒斯坦人，却是加沙走廊那些变成难民，我们可以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的首相石破茂上个礼拜访问美国之后，他的态度，整个日本的政策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吗？我们先来看看哦，有人是这样讲的：石破茂访美之前讲过这样的话，说希望跟中国加强交流，并且期待赶快访问中国大陆。那对这个要展现善意哦。媒体那个时候都这样报道，大概是1月份的时候。另外，我们看到在2月份才短短1个月之后，石破茂访美就打出了所谓的巩固美日同盟、防卫跟贸易的双赢牌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2个人在白宫见了面，在华府见了面，美日联合声明，并且痛批中国大陆，说你北京如何如何，中国大陆如何如何，还重申要维持台湾和平跟稳定，这个是至关重要，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那当然，北京就不是很开心了他表达关切与不满对于日本对于石破茂。那另外呢，就有分析来进一步的这个表达研究说，日本始终抛不下台湾有事，打一个问号。因为大家看安倍过去不是讲过了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台湾也一直拿这一句话出来。可是呢石破茂执政到现在台湾的问题在日本政坛的存在感取决于什么呢？中美互动也受首相的政治处境扰动。石破茂现在很弱势他的民调也不好。他身处中美博弈白热化的风暴里头，恐怕未来也是举步维艰。他必须要很小心的去调整那个砝码，向右一点点，还是向左一点点，靠中国多一点点，还是靠美国多一点点美国对日本的影响还是远大于中国，必须这样讲。我们刚刚还在说，日本实在是很亲美跟台湾其实很像。而现在美中的军武在扩大，我们都不断的在观察中。包括最近美日法在菲律宾的东部出动了航舰联合演训那当然大家一般认为是剑指中国，可是大家要注意了这一项所谓太平洋斯特勒2025年的联合军演从8号开始，而就在8号那个时间点呢，日本防卫省就侦测到解放军的815A 型电子侦察舰玉衡星号通过了冲绳本岛到宫古岛之间那他们说这一艘所谓的电侦舰它就是为了搜集演习情报数据。因为在菲律宾东部这个地方离中国大陆非常近所以它出动像这样子的一个电侦舰，就在搜集说这3个国家联合军训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情报可以掌握。而我们看到呢，过去菲律宾像这样子的一个联合演训美国日本那顶多就是像澳洲会来，可是现在包括加拿大、包括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也都跨海跨洲过来了。加拿大和菲律宾正在最后敲定国防协议，加强联合军事的演习。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这个菲律宾为何还要拉加拿大一起呢？难道美日澳部队互访还不够吗？到底这个世界的这个合纵联合是演化到什么样的一个境地了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美国它慢慢的现在把战略中心转移到印太，所以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可能也随着美国的步伐转向印太这个地区。所以过去我们看到法国啦、德国啦、欧盟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而最近有一些
互相的一个来往的讯息，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包括这个加拿大的舰长他在执行任务回国的路上就被革职了，就被 fire 掉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新闻，可是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些解读说是像是美国海军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解职一些军官尤其是一些舰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通常有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就是解职的时间就发生在和解放军对峙之后，因为像在南海、在菲律宾海，像这样子的对峙其实发生过非常多次了。可是对峙之后，加拿大、美国的这些舰长突然被解职所以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影响是不是受了解放军的影响，还是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不被上级所这个认可。那日本也告诉中国大陆说，7月份的时候，去年不是有一艘日本的军舰驶入中国领海吗？叫做梁月号。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强烈的抗议。那现在呢，舰长已经被正式的撤职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人认为是误闯，可是又有人认为是故意的。另外，美国最近呢有一艘这个可能跟这个所谓民间的防务承包商约定的一艘一个这个侦察机一架侦察机坠毁。那现在大家看，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坠毁的一个飞机事故。菲律宾的媒体就报道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坠毁，上面当然很不幸4个人全部罹难。可是比较值得观察的是这一艘小飞机是隶属美国私营防务承包商，其实它跟军方有关。那遇难者之一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电子情报分析师，所以你不要看这一个小小的飞机好像不是什么很起眼，也不是什么战斗机，可是它在情搜所以中国的军事专家也开始观察到、掌握到说，美国的情报收集活动越来越多它可能不是由正式的军方来发动，而是由一些民间的防务承包商来负责，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来，请教老师。先谈一下石破茂石破茂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还在后任，还没上任之前，他就希望仿效这个安倍晋三之前跟川普在他上任前就见面，所以他派了他的很多外交官去美国来游说川普冷落他了那摆得很明白，也就是说，川普跟石破茂的回答是他还没有就职，所以不方便接见这个接待外国的元首，但是他同时就接见了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他的海湖庄园。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打了石破茂的一个耳光，也让石破茂吃到的这个冷板凳从那个时候开始，石破茂他调整了跟中国的态度，他缓和了跟大陆的关系，派了他的干事长，自民党的干事长，也派了他的经贸团，然后派了他的外相外交部部长都到大陆去访问，也邀请王毅到大陆来访问。那大陆也一直在观察、留意这个石破茂的态度是如何。石破茂也强调说，他对历史的态度跟以往都不太一样，他比较这个支持这个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也就是说不能够否认这段历史。那这看起来好像他要修补缓和跟中国的关系，那接着他就拿到了这个川普愿意成为第二个接待上任总统之后第2位接待外国政府首脑的人物了，拿到这个入门票了。那拿到这个入门票以后，大陆就要测试这个石破茂到底是什么态度，是，所以就给石破茂发出一个邀请函，说你去美国访问之前我们先热情的接待你到日本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石破茂就婉拒了，他说我们会挑最适当的时候到大陆来访问。那大陆大概就知道石破茂是打中国牌了所以你看王毅也没有答应说2月的时候要到日本去那也没有听到说日本发出邀请函，希望李强到日本来。可是去了以后呢，那谈的都是跟安倍晋三、岸田文雄以及在拜登时代一模一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QAD 过去答应的，还有 AUKUS 美日韩、美日菲的这个4个同盟是不是一样有效？川普都给予承诺说一样有效。
接着又谈到这个台湾有事的问题，谈到介入南海的问题，这碰触到大陆的底线了。所以大陆对于日本已经提出严正的交涉也就是说，对于日本的这个行为已经提升到一个可能会恶化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个人认为，石破茂对于中国的关系很明显的从它的和缓，然后又进入了冷冻的一个时期那未来中日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您提到的有关于加拿大的一个问题。加拿大开始慢慢的，因为以前是美国拜登时代要求加拿大要支持美国介入这个台海之间的问题，所以加拿大后来它的飞机啦、船啦都到东海这个地方来，也到台湾海峡。那甚至我们也看到它也开始要往南海走了。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当加拿大的这些船只、飞机越来越往台湾海峡、往东海、往南海走的时候，大陆未来的船只跟飞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跟它的导弹驱逐舰，也开始会往这个加拿大的海边走了。也就是说，过去是美国来，所以大陆在去年也开始进入到阿拉斯加的外海，有几次是跟俄罗斯联合巡逻，后来就是自己的舰队到阿拉斯加去。那现在加拿大开始往这边移动的时候，我判断大陆的这个战略轰炸机，还有大陆的船舰舰队也就会进入到菲律宾的加拿大的海域了。所以当加拿大要做这件事的时候，自己也要准备好，也就是说你到我家来，那中国大陆也就会到你家去了。这是一个礼尚往来，中国自古以来的古老传统。礼尚往来，OK， 好，来请教张延廷将军。日本对台湾这一方面的情势都相当的关心，它有3个理由。第一个，海上生命线，日本在它的能源线呢，就是在经过台湾海峡的，在台湾海峡也好，还有台湾东部也好，是它的能源生命线，一直到延伸到南海，总共是1000海里，1000海里就是1850公里。那如果台海这一方面有一些状况，对日本的能源线还有运输线，也就是它的生命线，都会受到干扰、受到影响。那所以在日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关切。你看他有时候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代表日本的关心。但至于日本会不会介入，我认为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日本原则上是采取保守的立场。第二个，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呢，因为历史的各方面的因素总是需要有一个缓冲带。那缓冲带就是台湾。如果台湾如果是变成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之后的状况之下，日本就变成首当其冲了，没有缓冲带了，直接面对的中国大陆。所以在日本的立场，总是希望台湾保持现状。台湾保持现状，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在军事上、在区域安全上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缓冲，这是日本的立场，对日本来讲是有利的。第3个，台湾对日本来说，在经济上的贡献，还有观光上的贡献是非常的大。台湾一直对日本是贸易逆差，就是向日本买的东西多，卖给日本的东西少，一直享受的这个贸易逆差。那对日本来说，享受的是贸易顺差，日本一直赚台湾的钱。尤其你看台湾的各种的汽车，你看那么多，大部分很多的都是日本的车子，所以日本享受非常大的贸易顺差，一直赚台湾的钱。还有台湾出国最多的观光客，出去要去旅游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到日本的人数还超过中国大陆的人数，也超过到过这个南韩的人数，到日本人数是居第1位。那这样的话，日本的观光的这方面的繁荣，是赚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旅馆业也好，交通业也好，还有其他的观光景点也好，台湾人居多。那这样子，当然中国大陆去的更多，但是问题台湾只有2300万人，没想到去日本就是400万到500万，非常的多。每4个人到5个人就有1个人到日本去观光。你看每一年这个疫情解开之后，那么多人去，所以对日本来讲，也是对日本经济上非常大的贡献。所以经过这3个因素来看，当然日本希望台湾保持现状，不要有任何变动。有任何变动，对日本来讲，缓冲带也消失了，经济上的利益也受到影响了，而且在这个生命线上也会非常忐忑，没有那么的安全。因为南海过来，你要走巴士海峡过到像东边
到往日本去输送这些人员或者这些货品，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困难。所以原则上，日本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关键。但是我认为他是关心多于行动。那日本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其他具体的行动，或者台湾有一个相当的资源呢？日本在这方面原则上采取的是保守的策略。对，所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讲的就是这样。他不是要出兵帮你啊，而是他的缓冲带没有了，沙包店没有了。来请教玉芳委员。就是两大之间难为小了。日本就是夹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嘛。其实对所有日本的政治人物里面，石破茂基本上还是比较不像安倍他们那样子，就是全然的这种导向这个美国这样。因为他的老师等于是他的师父等于是田中角荣嘛，田中角荣就促成中国大陆跟日本建交了这个日本首相嘛。对，所以石破茂是多少有田中角荣的那种想法了哦。可是这个一个事实就是说，日本的任何的政治人物，尤其自民党的，你是不可能不亲美的，因为你先不要讲贸易上，你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很大甚至有些高科技的这种联系，就光是讲这个安全的问题上面来讲。日本其实它的形势是非常非常尖微啊，然后它上面跟俄国拥有核子武器的这样一个国家，有北方的这个四岛的这样一个争执，它旁边呢一个是北韩拥有核子武器，再更往里面走一点点，中国大陆拥有核子武器，这三个国家对日本来讲，他都不敢放松的了。对，就三个都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跟他都有过不是历史上的仇恨的问题吗？就是很有现实的这种压迫。你看北韩，韩国也当过日本的殖民地，对，中国跟日本曾经打仗打那么凶狠日本跟俄国也日俄战争以外，还有其他战争也都参与了，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一定要拉拢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当后盾，这就是美国。对，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全世界美军驻守最多的美军最多人数驻守在一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就叫日本，比德国还多，非常的多所以你日本没有太多的这种选择，但是你说他因此就是完全倒向美国，他不要中国大陆吗？也不可能这中国大陆是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中国大陆是他的最大的这个市场至少是之一嘛。那你想中国大陆日本现在的经济并不是太好，虽然比前一阵子改善了很多，他还是希望为他的日本的产品找寻市场嘛。那就中国大陆还有观光的问题，大陆观光客也是日本的这个各国到日本的观光客里面也算是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啦。所以我倒觉得日本的选择，日本我想我几乎可以断言，石破茂是一定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李强也会到日本访问，只是这个时间大概没有办法实施，要往后延就是了。对，是。